朋友们有没有注意过，现在国内越来越多的道路都已经变成了沥青柏油马路，以前常见的水泥公路已经逐渐消失。而且这2年我国的沥青路经常返修，为什么总是修了建建了修？其实真实的原因是这些。因为沥青在高温下具备良好的流动性、持久的粘着性，而冷却凝固后又具备电绝缘性、抗水性和弹塑性，这是沥青路有着更长寿命的关键。一方面，它可以抵抗车辆重量和行驶速度对路面造成的冲击、磨损和变形减少了，使用年限自然也就变长了。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有效地防止雨雪渗透到路面下层，对地基造成破坏，使得寿命降低。而且就算是道路长久使用出现损坏了，只要不是特别严重的大问题，沥青路就只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用沥青缝缝补补就可以了。可是因为水泥不具备这样的兼容性，但凡路面出现问题，就只能将其整段拆除重新铺设，浪费财力物力不说，还非常的影响交通。此外还有一点，那就是从交通安全方面来说，沥青路面比水泥路面摩擦力更强，强光下也几乎不会发生反射。这不仅减少了轮胎打滑的可能，也降低了司机的视觉疲劳，大大增加了安全性，也是其成为道路修建首选材料的原因之一。上个世纪，我国迫切需要的是发展和强国，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修路造桥，让人们走出来，相互之间有贸易往来。沥青虽好，但造价却比水泥贵出了好几倍。为了尽快连通各地的交通，将钱花在刀刃上，国家自然就选择了更加便宜的水泥路。而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迅速，我们也有了富裕的钱来重新整顿路面，所以水泥路就慢慢被替换成了更好的沥青路。当然，这个过程也不是一下就能完成的，为了不影响整体交通，就像我们常见到的那样，政府只能一段一段的修。我国沥青是如何发展的？究竟有什么技术难度？沥青是现代工业化后的产物，但其实使用历史也相当久了。早在15世纪时，就有印加帝国使用天然沥青铺设道路的记载。19世纪初期，英国人就开始修建煤沥青铺设的碎石路。20世纪，沥青就被各个国家广泛运用了。可是那个时候的中国尚处于战火硝烟中，一直到了1949年以后，我们才渐渐在一些主要城市的重要道路和公路干线上铺设沥青，并且因为没钱，使用的工艺和沥青种类也几乎是别的发达国家已经淘汰的上一代了。就拿我们的对头日本来说，因为2战时期乘上了美国这股东风，一跃成为了那时候的强国。他们向英国借鉴了道路修缮规范，在1878年时就掌握了沥青铺路的技术。在1911年时，他们花了3年时间对原先的路面大规模更新改造，换成了新的沥青路。而我们在1920年时才在上海铺了第一条沥青路。到了1975年，日本从美国借来了新的技术，开始研究新的沥青混凝土再生技术，接着对路面进行第2次改造升级。可我们那时候刚改革开放，别说普通路面了，有的高速公路甚至都还是水泥路面。要知道，我国1996年深汕高速通车时，其大部分路段都还是水泥路，直至近20年，我国才大面积修建沥青路。所以现在被一些人拿来说是的，日本道路比我国的平整质量好的历史原因也在于此。不可否认的，他们的确比我们更早掌握这项技术，版本更新也更快，但后来者也可以居上。现如今中国发展的越来越好以后，也就更加注重人们的生活舒适度，所以原先那些补了修修了补的老旧的沥青路也渐渐的被淘汰了。随着现代工业技术发展，我们的沥青技术也不再是瘸腿，更多的新型路面材料被不断投入到实际的使用中。我国近几年也在慢慢对原来的沥青道路进行2次升级，此时就不必像以前那样扎紧裤腰带，而是可以选择更好的材料，完善我们的道路。为什么我国沥青路频繁返修，日本却年年如新？是技术不如人吗？现在有点实力的国家一般都是用沥青铺路，但有人就说好像很少会看到日本维修路面，而我国3天2头就会看见有工人在修修补补。
首先，日本的公路会在一层地基之上再加一个加固层，以此延长道路的寿命。可日本的国土面积才37万平方公里，还没有我国一些省的面积大。若是我们也这么干，再多的财力物力也经不起这么耗啊。另一方面，因为地理和人口的限制原因，日本实际上人们大多出行依赖的还是火车和地铁，并且他们的重工业相对来说也并不发达，所以他们不仅私家车的使用率少，重型货车数量也少，道路损坏率自然也低了。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公路运输量大，几乎每个城市都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大型货运车。此外，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私家车数量就远超于日本，所以中国路面损耗高于日本也不足为奇。更何况他们并不是不修，而是将需要维修的地段标记了，晚上进行施工，而我们一般是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进行修缮，因此才出现了我们好像随时随地都在修路的错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国复杂的地形和气候条件。中国因为版图的跨度巨大，我们几乎拥有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地形地貌，也涵括了从南到北几乎所有的气候情况。所以我们修建沥青路时需要考虑不同地区的气候情况。但日本不一样，他们无论气候还是地形都很单一，修路时全国上下按照统一标准建造就行了，不用考虑那么多。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公路建设情况的确离一些发达国家还有段距离，但是近年来我国在公路建设以及建设材料方面的研究都有了很大进步，在国际上也渐渐迎头赶上。每天嗨科普，我是闪电哥，咱们下期见。